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大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表现，让人既惊讶又无奈。他对咱们国家的复杂情绪，夹杂着极度竞争和不甘，已经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印度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短暂的心理满足感。结果呢？表面上似乎赢得了些许关注，实际上却把真正的离子输得一干二净。从上合组织的频频搅局到国内政策的急功近利，印度这种自毁式的操作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最近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印度又一次扮演了搅局者的角色，愣是拒绝签署联合声明，让整个会议的成果泡了汤。这种操作简直成了印度的保留节目，仿佛只要有咱们国家牵头的事儿，印度就得跳出来捣乱。好像不把事情搞砸就对不起自己。可与此同时，你再看看同一时期的北约峰会，表面上和气气，实际上却是一地鸡毛。乌克兰领导人费尽心思讨好，换来的却只有几句空洞的承诺，连个正经的会议都没能参加。两场峰会一对比，印度的行为就像是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不仅没伤到咱们国家的筋骨，反而让自己成了国际社会的笑柄。这种为了面子不惜一切的做法，到底图了个啥？说到底，印度的这股嫉妒心来源于咱们国家这些年的飞速崛起。过去几十年，咱们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国际影响力突飞猛进，让印度在比较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2024年咱们国家的 GDP 已经突破18万亿美元，稳坐全球第二，而印度呢，只有 3.4 万亿美元，连咱们的1/5都不到，更别提科技实力了。咱们的 5G 基站超过350万个，占全球70%以上，印度却还在起步阶段，覆盖率不到 20%。从高铁到航天，从一带一路到文化输出，中华文化的魅力席卷全球，影响力深入人心。而印度呢，虽然自诩为亚洲的民主之光，却总在国际场合靠捣乱来刷存在感。这种差距换谁不眼红，但眼红归眼红，印度这种自残式的竞争方式实在是让人看不懂。这种嫉妒心理的直接体现，就是印度在上合组织里的非合作态度。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加入上合，印度本以为能借这个平台稀释咱们国家的话语权，制衡巴基斯坦还能在中亚分一杯羹。可这些年他干了啥？一次次拒绝合作，动不动就掀桌子。就拿这次防长会议来说，印度愣是让联合声明签不成。表面上看他觉得自己赢了面子，可实际上呢，不仅没动摇咱们国家的地位，反而让其他成员国对他越来越反感。试想，一个连集体利益都不顾的成员，谁还会拿他当回事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咱们国家跟中亚5国的贸易额高达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而印度呢，只有可怜的12亿美元，增长几乎停滞。这种对比简直让印度的面子工程成了天大的笑话。更深层次看，印度的行为还源于他对自身定位的迷失。印度一直觉得自己是南亚霸主，甚至是全球性大国，可实际操作却频频翻车。他想通过跟美西方的民主联盟提升国际地位，同时又在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里寻求平衡。可结果呢？这种两头下注的策略，反而让他在东西方阵营里都显得不伦不类。北约峰会频频邀请日本、韩国，却从没正眼瞧过印度。金砖峰会上，咱们国家牵头吸引了20多个新兴经济体，印度却只能当个边缘人，更别提他那点小心思了。想靠民主光环拉拢西方，西方压根不买账；想在上合里刷存在感，却把盟友得罪了个遍。这操作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的嫉妒病还特别体现在他对巴基斯坦的执念上。长期以来，印度把巴基斯坦视为最大的地缘威胁，加入上合组织就是想盯着巴基斯坦限制他的国际空间。可现实呢，咱们国家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越搞越红火，2024年投资超过260亿美元，建了一堆基建项目，还带动了20多万就业。反观印度，他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名存实亡，连个像样的替代方案都拿不出来。更离谱的是，印度还被怀疑在巴基斯坦境内搞破坏，比如最近那次针对8国军队的恐怖袭击，外界都心知肚明，背后没印度影子才怪。这不光是挑战上合的权威，更是把自己推向了孤立。巴基斯坦在反恐经济合作上展现了诚意，赢得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而印度呢，一再用否决权制造障碍，成了上合里的孤家寡人。说到自毁信誉，印度最近跟伊朗的破事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些年，印度顶着美国制裁买伊朗石油，装出一副好伙伴的样子。可2024年，伊朗查出印度间谍，还发现印度软件居然为以色列提供数据，这操作简直把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砸得稀烂。伊朗气得牙痒痒，俄罗斯也得给印度记一笔账，毕竟要是伊朗顶不住压力，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可就没了。这种二五仔行为，印度还觉得自己聪明，实际上是把路走进了死胡同。试想，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会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伙伴有好感吗？印度这波操作简直是自掘坟墓。印度的嫉妒病不仅祸害了他的外交，连国内政策也被拖累了。近年来，印度政府大喊印度制造，想在制造业追赶咱们国家，可现实呢？ IMF 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4%， 咱们国家是 28%。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咱们国家超过12万件，占全球一半。印度才 1.2 万件，差距不是一般大。印度学咱们搞产业政策，却忘了基础设施、教育和执行力才是关键。结果印度制造喊得震天响，实际效果却是个空壳。这不就是典型的眼红极了，啥也干不好吗？反观咱们国家，这几年在国际舞台上那叫一个稳，一带一路越铺越广，2024年对中亚投资超过15亿美元。涉及能源、基建、数字经济，实打实惠及当地。金砖峰会咱们牵头，20多个国家捧场，影响力爆棚。还有那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直接把中亚跟咱们绑成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印度、中东的潜在威胁全化解，这才是真正的离子赢家。哪像印度忙活半天只顾着争面子，咱们国家的从容和自信，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而不是空喊口号。更值得深思的是，印度的嫉妒心理不仅影响了他的外交和政策，还对国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部分媒体和政客频频拿超越中国当噱头，煽动民众情绪。可这种情绪化的宣传有啥用？不仅没带来实质进步，反而让印度在国际合作中愈发孤立。印度多次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却拿不出一个同样吸引人的替代方案。他推的印度减中东减欧洲经济走廊至今进展缓慢，哪能跟咱们国家的一带一路比？这种只顾面子不管里子的做法，让印度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连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在下降。从更大的视角看，印度的行为还反映了他在全球秩序转型中的迷茫。现在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重塑。咱们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平台，带着全球南方一起往前冲，而印度呢，既想抱西方大腿，又想跟咱们掰腕子，结果两头不落好，北约不待见他，金砖没他啥事儿，自己的经济走廊还遥遥无期。这种只顾面子不管里子的玩法，注定让印度越走越偏。咱们国家为啥能赢得尊重？因为咱们靠的是互利共赢，靠的是实干兴邦，而不是靠捣乱刷存在感。总的来说，印度的疯狂嫉妒已经让他在国际舞台上面目全非。从上合组织的无理取闹，到伊朗关系的自毁长城，再到国内政策的急功近利，印度一次次以面子为先，却把里子输得一塌糊涂。反观咱们国家，靠着开放包容、实干兴邦，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还为长远发展铺平了路。未来印度要想翻身，就得放下这股子嫉妒劲儿，学着跟世界合作共赢，不然面子没捞着，里子输光光，他的大国梦怕是永远只能是个梦。不让我加入五常，我就退出联合国，组建新联合国。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对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如果真有那个实力，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实力，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还是那句话，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实力足够强大，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反之没有实力，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显然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声称无论能否入常，态度还是要有的。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南亚大国，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然而，印度心比天高，身比纸薄，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
首先，印度国内土邦林立，宗教复杂，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其次，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在疫情期间，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大力发展疫苗时，印度却指望恒河水、印度神油、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笼络民心、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早晚自食恶果。在某种程度上，入常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还有诸如上天、研究核武器等，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维护内部团结，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另外，一旦入常成功，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比如中东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最重要的是，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入场诱惑力如此之大，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那么，印度真的具备入场资格吗？能入5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中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几个国家。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为了抗衡法西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国自不必说，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德国闪击波兰时，英国就第一时间对德宣战。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整个二战时期，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存在感非常低，整日受英国人的气。唯一的高光时刻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何伟军。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当时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推翻殖民统治，此乃驱虎吞狼之计，但结果并不理想。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落榜生，结果吃了个闭门羹，最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由鲍斯担任总理，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虐。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直到现在，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试问，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5常的底气吗？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甚至想另立门户。为了入常，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在软磨硬泡下，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一度口头上承诺好，同意了。印度信了，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真是荒谬。这还没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还动用了超能力。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对此中国不屑于挣这点不义之财。退一步讲，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2/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2004年，日本、德国、印度、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建议，试图动摇5常的权益。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迄今为止，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子。首先是日本，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德国也是这个理儿。再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4国联盟入常受阻，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但目前来看，这个算盘也落空了。
时间来到2015年，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入常之梦死灰复燃。这年9月，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 峰会，旨在拉拢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此外，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 集团，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2016年，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管中窥豹，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好为自己谋福利。可现实很骨感，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但印度依旧不死心，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一方面结盟，一方面大力人设，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自诩南亚霸主、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打脸的是，这些人设一经立出，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莫迪老先2次连任，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致使巴以关系加剧。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除此之外，原则上只有五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这在维护世界和平。然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顾劝阻，大力研发核武器，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打不过就诋毁，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早在1962年，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结果却惨败而归。现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自己上位吧？别痴心妄想了。先不说日本、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印度得往后排队，恐怕到时候五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是多方博弈出来的，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除非自己大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但是在那时，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